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王楚然戴眼镜封神，内娱苦寻的斯文败类女主终于有脸了。谁懂啊？网上老有人吵啥脱镜杀戴镜毁颜，结果王楚然一戴眼镜，直接给我看麻了。清冷挂的脸配上那一片小小镜片，气质翻倍不说，还有点危险，没防住，真是醉了。我觉得吧，王楚然这个人有点典型镜片型美人。镜片不是用来挡脸的，是给他加滤镜用的。而这种现象放娱乐圈也挺有意思，常这么好看的人，居然是靠一副眼镜把个人设彻底刻死的。这事儿本身就挺耐人寻味。说实话，咱以前看他不戴眼镜的时候，说好看是真好看，大五官，冷白皮，眼神淡淡的，标准内娱爽文女主模板，但总觉得差点什么记忆点。就那种刷到会夸一句哇真美，划过去就忘的路人感也挺多见。结果呢，自从那组车里黑高领黑框眼镜图一出来，立刻就不一样了。说句实在的，那画面搁10年前贴吧年代，一定会被人拿去做清冷富家千金小说封面，用到服务器都糊，耳畔自动响起一句，他推了推眼镜，懒懒地看了你一眼。黑高领，黑长发，黑框眼镜，整个人窝在车座里，姿势没多费劲儿，就那么一歪头，那个劲儿特像家里有钱又有点不耐烦的大小姐。你跟她说正事，她心不在焉，抬眼那一下，既不拿正眼瞧你，又把人勾得心里发痒。而最绝的是，她那种冷，不是那种我演给你看我很高冷的装腔，是脸长成那样，气质本来就安静，配上眼镜之后，把那点疏离放大成一种你别靠太近的气场，但又不会让你觉得他不好相处，挺微妙。我就纳闷了，怎么同样是一张脸，换个镜框立刻像换了个人生剧本。黑框是富家千金，细框配高马尾立刻变成温柔学姐，这不就是现实版镜片一代，人设自来吗？造型师这回算是真找对密码了。那组高马尾配细框眼镜的路透，我刷到的时候，第一反应是，这要是我大学时候辅导员常这样，我早上8点的高数课都能起床去蹲第一排。学习态度直接给学校当宣传片素材用那种。高马尾把五官完全亮出来，细框眼镜削弱了一点攻击力，多了一点人味儿。你说她是隔壁学院里很受欢迎，但又不太好追的学姐，特别靠谱。而你真问我她干啥专业，我下意识脑补的是建筑系、传媒、心理学那路子。她那种学姐感，不是用力要装温柔，是脸部线条本来就干净，眼睛又不圆不媚，细框一压，整个眼神变得很耐心，就好像你拿着作业过去问，他不会说一句你这不会吗，而是慢悠悠给你讲，还会顺手帮你把头发拨开。说到底，人们迷这类形象，就是在刻一种可接近的距离感，不是高冷到拒人千里，而是有边界、有礼貌、有教养，看着就像是会在图书馆给你留座，又不会跟你过度纠缠的那挂人，想靠近又不敢太近。再说那套无框细边眼镜配白衬衫的造型，真有意思。镜片一换，直接从学姐跳级成女上司，还不是那种职场剧里大红唇、恨天高那路夸张上司，而是现实里在咨询公司、律所、投行都能见着的那种冷静型领导。白衬衫、简洁发型、无框眼镜，整个脸被镜片的反光衬得更清楚。那种感觉就是，他走进会议室，你下意识把手机屏幕扣桌子底下 ，PPT 哪怕是昨晚赶工的，你也不敢瞎糊弄，因为他一抬眼，你就知道他是不是看懂，是不是满意。我觉得最狠的是，他那种知性感，带着点审视感，但又不失温度。镜片后面那双眼睛，冷静归冷静，
可又不像有的人，一看就是不食人间烟火。他是那种会认真听你汇报，给出反馈，还能指出你2句逻辑问题，但不会拿话扎你的领导。说实话，娱乐圈里女明星玩眼镜造型的也不少，可真正能靠眼镜把人设打穿，变成一种文化符号的还真不多。大部分要么一戴眼镜就土，要么往女学霸 cosplay 上凑，一下子变得刻意，这就有点尴尬。王楚然有意思在，她戴眼镜不会让我想到我要上课了，而是让我想到小说里面那种斯文败类型女主和清冷系女教授。尤其是她偶尔抬眼那一下，镜片上反一层光，人看不真切，但眉眼线条还在那里，挺撩人的。很多人说她又纯又欲，我以前听着还有点抗拒，觉得这词有点被用烂了。谁都又纯又欲，那纯欲不就不值钱了吗？而在她这儿，眼镜一戴，我才理解啥叫看上去人畜无害，但你又总觉得她知道很多的那种张力。你看她那些随手拍路人图，发丝乱七八糟蹭在镜框边上，眼神没在镜头上，漫不经心低着头，脸上没啥表情，可你就是会觉得这人有故事，甚至会下意识脑补他是不是刚回完一个很刺激的信息，或者刚挂了一个不怎么愉快的电话。这种故事感就是很多明星永远演假的东西，他们会刻意摆造型，给你一个我现在很忧郁，我现在很神秘的表情，但王楚然戴眼镜的时候，很多瞬间是不在状态的，就是他自己戴着的一刻，反而让人感觉真实。话说回来，大家老说眼镜是颜值放大器，这话搁普通人身上也成立。尤其咱这些上班族，困得要死那天，戴个框架眼镜，遮瑕都可以少拍2层，立刻看起来很会工作的样子。可在女明星身上，眼镜做的活更复杂。一方面，眼镜帮他们把五官结构整理了一遍，像王楚然本来就是清冷挂的，眼距、鼻梁高度、脸部留白都很适合眼镜，这就跟有的人专门是短发脸，你非得给他戴大波浪，那叫糟蹋优势。他属于典型镜片脸，戴眼镜是在正向叠加。而另一方面，眼镜也是人设工具，娱乐圈爱玩标签，有的靠红唇，有的靠短发，有的靠刘海。他现在算是把眼镜清冷女这个 tag 站住了。路人一提起他，除了长得美气质冷，就会加一句那个戴眼镜特绝的。我就想说，造型这活儿，有时候别老想着怎么花里胡哨推陈出新，反倒是这种最普通的单品一副眼镜，玩明白了，比造10几个用力过猛的红毯造型有效多了。你看网上多少人专门去存他的眼镜图，当壁纸当头像，一张能用3月。更好玩的是，把王楚然戴眼镜这件事放大一点看，你会发现咱现在对女性气质的想象比以前丰富多了。过去要么极度甜美，要么极度性感，中间那块冷感、理性、安静，但又不否认欲望、力量的美，很少有人能演出来。而眼镜在文化符号里本来就带着知识、理性、边界感这些意味，配到女性身上，就容易常出女教授、女上司、高年级学姐这些想象。整个人有了位置，有了社会角色，不再只是一个漂亮的脸挂在那儿给人看。说到底，大家这么爱看她戴眼镜，一部分是在刻脸、刻气质，另一部分其实是在刻一种自己的不到却又很向往的生活状态。谁不想又冷静又清醒，能力在线，还长得好看？人群里一站就不一样，现实里做不到，就只好在他身上找寄托。而娱乐圈这点我还挺服的，哪怕这些东西是包装，是团队设计的，但它客观上拓宽了大众对女性可以是什么样的想象边界。从甜妹艳女，到现在的清冷系知性女眼镜挂斯文败类女主，套路归套路，
可总比单一审美强。说实话，如果他哪天彻底把眼镜摘了，长期不再用这个元素，我反而会有点失落。就好像你喜欢多年的漫画角色，突然换了发型，你嘴上说人还是那个人，但心里老觉得少点意思。而互联网记忆库还在那儿，大家照样会把他眼镜图翻出来反复存。反正对我这种天天刷图看人的自媒体来说，王楚然算是把眼镜美学玩出点门道的人。他不是用眼镜遮丑，也不是拿眼镜当道具，他属于那种眼镜一戴，角色就来了的人。这种人放哪儿都吃香。至于眼镜自身咋选，啥脸型配啥镜框，这些讲了也没人爱听。大家图啥？不就图那个他透过镜片淡淡抬眼的瞬间吗？疏离感和细碎温柔搅在一块儿，谁看谁上头。咱老百姓就爱看这种看着有距离、想象能贴脸的人设。承认不承认吧，就这么现实呗。